今天我们来聊一个话题汇丰最新的比特币市场预测，或许会掀起一场涨幅的风暴，甚至可能达到15倍的行情。但问题是，我们能否在这一次暴跌中找到2023年的底部呢？因为很多朋友都知道，我是一直坚定在看多这个比特币。等下也利用这张图表来对比这一次暴跌跟2022年 FTX 交易所暴跌底部的位置有哪一些相同点或者是不同点。国语讲得烂，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同时提醒新粉丝留意我们 Discord 社群，上面有我10多年经验写出的程序交易警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篇报告汇丰银行的一个预测，有可能全球资产市场在2025年会达到145万亿美元。然后它这边有一个预测，就是2023年的数字资产可能会占所有资产的 10%。 那如果按这一个145万亿美元在2025年 10% 的一个市值，估计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有可能会超过 14.5 万亿美元。然后我们要知道，目前整个加密货币的总市值是在1万亿美元左右，而且比特币是在5000亿美元。如果按这一个估值来计算，15万亿左右，是不是等于还有15倍的涨幅？在2025年左右，也是跟我之前跟大家判断，不排除到2025年有可能比特币会见顶。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加密货币总市值是在1万亿美金。我们暂且把这一次崩盘的低点，或者是比特币 25K、24K 的低点，我的估计不排除就是2023年非常重要的底部。如果这一个成立，我们拉一个总市值到15万亿，空间是还有15倍的涨幅。而且历史上有这种参考经验，也可以看一下，就是当时 69K 跌到这一个 15K 的底部位置，它其实空间也是跌了接近 80%。或者是2018年这一个加密货币总市值，它的空间是跌了接近 87%。 个人观点，这个位置的底部确定就是底部因为它目前整个趋势是非常的明显，就是下降趋势已经是突破，这个位置也是一样，下降趋势是突破。那如果这边整理到位，趋势要向上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超过这个15倍的涨幅我们可以从历史，比如说19年的这个底部，然后涨到这个高位，大约是在3万亿附近这里面的空间是涨了31倍所以我们也可以参考，比如说从2022年 FTX 交易所崩盘的点位，拉一个空间到 15T 的位置，差不多是20倍。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如果比这个行情更大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总市值会超过15T， 也是不排除在2025年的高点。所以目前我个人还是一直坚定在看多这个比特币那至于这一次崩盘的低点到底有没有可能会是2023年的底部，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次暴跌全网爆仓的数据。因为大家都有看到，就是这一次暴跌在17到18号24小时左右，整个市场是爆仓了10亿美金。那大家要知道 FTX 交易所当时全网爆仓是 11.6 亿美金。然后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之前有跟大家讲过一个观点，我们看这个全网爆仓的数据，比特币能不能涨上去，它有可能在上涨之前会有一次清算，就类似这种多头的清算，类似上一次的这几个位置，多头不断的清算，后面就开启一波5000到6000美金的一个上涨。所以这个位置现在清算完，它这边是不是在横盘，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比特币会上去？这是非常相似的一点，就这一次比特币全网爆仓10亿美金，跟当时 FTX 交易所全网爆仓11亿，数据是非常的接近。然后我们再来看这一张图表，因为这2天也是有跟大家讲，如果按世界时间0点收盘去计算，是没有看到比特币暴跌的当天第二根遇到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组。但是如果我们细心去观察 OKX 上面它收盘的时间是以香港0点的时间来计算，可以观察一下这一根暴跌第二根 K 线是什么情况。这2根是一个多方抵抗的拇指 K 线，所以不排除我们可以观察一下2个地方有相似之处也是大暴跌，低点非常低的位置。昨天有跟大家讲，它这一个是低点比这个低，指标是在周线里面出现底背离，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这么大一根暴跌的量，
这个 FTX 交易所也是这么大一根暴跌的量，那这边是不是出了一根多方抵抗的拇指 K 线？后面它会有2只脚，就是这是1只脚、2只脚或者是3只脚，就是在这边稳出一个区间，不排除这个位置有可能会不会2只脚或者是3只脚，有可能稳出一个区间，有可能就是2023年的底部。包括之前跟大家讲的这个 25K 或者这个 25K， 它就是2022年2个高点的位置，这个位置支撑也是非常非常的强。当然还有更多的相似点，等下来聊。我们先来观察一下不同点有哪一些。不同点是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就这一次崩盘的位置，它的整个上升趋势，如果我们长线从2020年疫情爆发危机的这个低点，然后连到 FTX 交易所崩盘的这个低点，它这边是存在一条非常长的一个长期趋势线在这边。所以不同点就是目前的中长线趋势，它在这个位置的低点它还是一个上升的趋势，只是中线里面可能是一个箱体整理的结构。跟这一个2022年的低点不同的一点是，当时它的趋势是向下的。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 OKX 上面比特币的日线哦，比如它下跌的空间也是有一些相同点哦。我们可以留意一下，如果从这一次 29K 开始爆发的一个恐慌情绪，到这一个 24K 附近，它下跌的空间是负的 17% 哦。那当时 FTX 交易所崩盘的点位，我们可以看一下，如果从 20K 开始计算，跌到这一个低点 15K 或者 16K 附近，它当时也是跌了负的 22%。空间呢，就是从2万跌到15000或者16000，差不多就是5000点的一个空间，也是有高度相似性。那这个呢，29000跌到这个24000，也是5000点的一个空间。所以从这2次暴跌的空间或者是全网爆仓的数据观察出来，它是有高度相似性，以及短线遇到的一些多方抵抗的 K 线的形态，也不排除这个位置的低点就是2023年的非常重要的底部。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比特币对美元的交易对日线的这一张图表，可以观察一下，因为这2天是不断的在插着。朋友们，如果要做多的情况下，你去留意这个 25.8K 是非常重要，超短线里面的一个支撑。而且我们如果从这个比特币对美元的交易对细心去观察，整波牛市从这个 15K 的低点拉到这一次的高点，它其实长线的波段目前的空间还是守在黄金比例 0.382 上方。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4个小时里面的技术形态因为也是有发现最近感觉有下跌的大量总是会被或者是上涨的大量给吞掉，所以也不排除就是有资金在这边有可能已经开始继续在吸货。从4个小时里面可以观察，从1个小时里面观察的是更明显我们可以观察一下1个小时里面就这个区间下方不断的都是上涨的时候有量，上涨的时候有量，那这一根大量下跌是有量，但是为什么价格又吞掉？所以也是不排除就是有鲸鱼或者是主力在这边继续在吸纳买入这一个比特币。包括昨天的视频也是有跟大家讲，鲸鱼是有在买以及这2天新闻也是有看到以太坊很多鲸鱼也是从交易所再搬出以太坊最后还是一样可以订我们的 YouTube。